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那今天呢，终于又回到我们这个疯狂模型师的这个单元。那前一阵子因为比较忙碌，所以一直没有空约这些很厉害的顶尖的这些作者来。我们联系到了 MAD 科幻组第2名的建良，我们都叫他良 A。好，那我们等一下欢迎他出场。嗨，大家好，我叫赖建良，大家都叫我良 A。我听说你现在才读国3哦。对，我记得我脸看得出来吧？我记得我国3的时候才刚会装解码器，没想到你已经会刻线胶板这些都会。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在网络上看过良 A 之前的作品，那有些朋友呢，没有来参加这个比赛，趁这个机会呢，再好好欣赏一下科幻组亚军到底做出什么样程度的作品给大家分享。哇！我这件作品好夸张哎！我们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我蛮忙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欣赏这台作品。我到现在放下来，我才知道，原来后面有这么多的东西。你看它这边有这些小人啊，这是什么？这是实验室还是超算指挥台啊？这个指挥台这边的人这么忙，然后这边在打崩哦。然后这些机械结构，哇，这改的也太丰富了吧！你这台大概做多久啊？其实前后从规划到制作完，大概花了3年。3年，所以你现在高中毕业？对。我想可能还是你自己对这个作品是最了解的。我觉得你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特色给大家分享。等一下，你这个是 RF 的冠军哦，哇！所以这是冠亚军，就是同一件作品参加了不同的比赛。因为我们现在的赛制呢，就是还没有规定说这个作品是参加了 MAD 就不能参加 RF。我们目前是很欢迎大家多多去尝试不同的赛制，所以他同时拿到了这个 RF 的冠军，还有 MAD 的这个亚军。好，那我们现在就让他来好好的介绍这件作品的特色。大家好，这边这一组作品呢，名字叫《出征前的别离》。那我其实就是希望说，做一个格纳库呢，它是一个出征前的状态。那出征前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用很多小场景去表现，那再把它组成一个大场景的概念。对，那机体本身机体的部分呢，像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用很多所谓的像小钢珠啊、刻线改套、蚀刻片之类的。那还有做很多的刻线，本体有一部分是用无限维度的 GK。当初本来是想说，单纯只是想说要做 GK。但是我们有做过 GK， 大家也知道那个 GK 它其实有时候变形啊什么的会装不进去干嘛？那其实变得很难修，所以就做着就想说，都做那么辛苦，我倒不如就自己重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第一个就是阿姆罗飞扑的部分了，因为他要出征了嘛，所以他在跟他的一个恋人做道别。那良 A，你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它每一个区块到底是演绎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一块最大块这一块，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指挥台的概念。其实像上面荧幕有一些小彩蛋譬如说这边这个荧幕它其实就有台湾。然后你仔细看的时候呢，它上面还有一颗小红点在台北的地方，就是算一个小机器人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刚好要上去然后再做一些最后的检查之类的。这边的部分可能是在做零件维修的那种概念。那个时候比完赛之后有做了一点小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手都比着它这个圈圈我当初是想说要做类似像钢铁人有没有中间那一颗能量炉，然后就是以那种概念去做出这个造型。后面这一块基本上都是自己用胶板打的。有做过海牛应该知道，它原本的那个燃料管就是2根就是平滑滑的2根。那它就是加了一些胶板然后改造套件然后甚至说自制一些零件，然后去拼装起来。这个浮油炮是最痛苦的地方。这个浮油炮不要看它这样，这个是全部自己刻的。最痛苦是因为它要做12次，也是在做这个就想到很多方式。它12个嘛。然后你要想办法让12个都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些经验值的提升，这样。对，我还有发现你立台的这个好像也都是自己用刻线胶板做出来的。对，这下面的地台基本上都是用胶板去搭的啦，那可能再加上一些像我们 MAD 的那个楼梯，对，楼梯之类的。
然后或是一些市售改套这样。我们终于有机会好好的仔细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精彩很多，而且这样子陆陆续续花了3年坚持把它做完，真的不简单。我觉得这个程度啊，就是已经几乎可以出改套，甚至是出一些塑胶套件，就是像那个地台，如果是射出件，我就会很想买。我想观众一定也很好奇，那建良为什么你喜欢做模型啊？做模型，其实当初我踏入这个模型契机，其实是因为这样，我就是当兵的时候无聊，然后就滑手机。然后就滑一滑，看到一只很帅的钢弹，然后我就想说，现在钢弹居然做到这么帅，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去买了那一盒钢弹回家。结果买回家之后才发现跟这个图完全不一样。对，然后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原来要自己改造，所以才开始了改造之路。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现在听说是不是你有在接代工啊？有哦。所以你本来的行业是什么？本来其实我是做木工，对，像家具啊那一类的。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是很热爱这个模型这个东西。对。所以你才有办法全心投入在这个领域。所以如果要代工，也可以找你帮忙啊。可以。这一次比赛之后才想说做一个粉专起来。OK，那我们就把这个粉专放在这边。那各位观众，如果你有代工的需求啊，也可以找梁A报价。然后透过 MAD 频道呢，会有110%的涨幅，就不会折扣。那既然你的作品这么的厉害，那我想观众也想要在你身上学到2-3招一些模型改造的技巧，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好不好？那现在我就开始来分享一下我这次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的技巧。这就是我的百宝盒。其实我本身呢也是 MAD 的铁粉啊，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手帕。然后今天也要分享的就是我的海牛的盾牌，那就是现场直接实作给大家看。那我们就先从布线开始讲。布线的部分啊，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跟这个外框的平行线为主，就是比如说这边平行进来，这边就有一条。如果说长长的一条，它可能很单调，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些，譬如说这个，它延伸下来进来的一个斜线的转折这样。好，我现在要开始来叠这边的造型，就是它这边造型大概会是长这样，然后这边延伸上来，然后这边一条线，这样，所以它这边之后会是一个梯形，然后再加这边再加2块这样。我是利用把它裁成2块的方式，让它有可以办法对齐边缘。那这时候我们就拿出 MAD 的快钢，然后中间有缝，其实不用太 care， 因为我们之后可以中间有缝可以比较好补吧。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这个横线啊，要在这2个点的连接线嘛，所以我就先用一条刻线胶带，然后去抓出那个就是抓出这一条线。然后我现在就是把多余的地方就把它铲掉。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有修平嘛，那我现在就是要抓出这个平行线，从这里这个距离，然后我在这里先画一个点。它贴起来就这样切完之后，它的位置就在我们刚刚做记号的那个点那边，然后再来用胶板切割器。那因为我们在压的时候上面都会有那个压痕线，所以我们就点直接对着线来做裁切。再就是我们刚刚有把这个斜度切出来，但我们要确定说它的平行度不要跑掉太多。那我们就是再把它靠着，然后推到边边，然后去看。现在差多少？你确定好大概差的角度之后，剩下我们直接用磨。没有差到很多的话，我们直接磨一磨。然后我们刚刚这样修整了一下之后，它的平行度就基本上完全平行。平行度抓好之后，我就大概啦抓个中心点这样 ，OK。然后我们就是把
我们要的大小直接裁出来，然后其实我们就跌好了之后就把它粘起来了。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平面啊，那我就是这样靠着平面，然后去刨出这一条刻线这样。我们刚刚鹰嘴刀刨过之后，我们就可以顺着那个刚刚鹰嘴刀刨的痕迹去把我们的刻线刨出来。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刻这边2条线平行的斜线，然后这个平行斜线间距是大概9米，所以我就是用4米加上4米加5米的刻线胶带，它就是9米。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延伸下来，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贴，这样延伸下来。然后再来，我们要刻这边的斜线，那它跟边缘起来是45度，所以我拿出自己做的一个字距，那它就是可以这样子靠着，然后刻下去就是45度，这边靠着刻下去它就是45度。我们再来要补刚刚中间的洞嘛，那我们就是用爽身粉，先用爽身粉加瞬间胶，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刚刚爽身粉填完之后，我们再用黑胶去把那个一些比较细微爽身粉加瞬间流不进去的地方，我们再用黑胶把它补平。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造型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这边的刻线。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这样子整个影片看下来，它其实真的没有到很难，主要是它比较麻烦。它其实不难，但是它麻烦，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应该会吃饭的人应该都会做了，因为跟吃饭一样简单吧。但是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耐心去对待它，对啊。然后我们其实，在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斜的地方要斜，就是角尖的地方要尖，平的地方要平，然后该平行的地方要平行。那基本上其实做出来都会很漂亮。那我们感谢2人这么大方的分享这些技巧给我们。那我这边呢，私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说你是做木工，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个伊瓦塔这个尊爵不凡的这个盒子，我就想要有一个盒子可以来装 MAD 的喷笔。好，这一集我希望说我们来做2个盒子，2个盒子，有1个盒子留给 MAD，就是我这边要1个我们做给观众，然后做给观众，就是他抽到这个回去可以放 MAD 的喷笔。OK， 好，那我等一下顺便送你1支喷笔，你喷笔你就拿回去，作品因为很庞大，就放在这边就可以了。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咯，好，大家拜拜。拜拜。